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1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76.32，收盘价是271.9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6.52，最低价是在271.46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9561.59万股，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是略有量增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继续增强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目前的空头趋势。这里我们讲的空头趋势是短期的空头趋势，或者我们把它称作叫回档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7月1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横盘中。当日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一路向下，收在了当日相对低的位置。那我们也会看到下方仍然留有这个缺口，就是它当日的缺口并没有回补完成。那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略有量增，但是总的成交量较之前的交易日是不是很大。对，那所以这样一来出现这样一根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等待突破的 K 线。那它要突破的位置呢，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7月10日的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要突破它的最高277.52，或者突破它的最低265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或者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277.52呢，那将会确认这根止跌信号，也就是止跌成功，那股价呢很有可能会继续上行。但是如果日后的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，那将会瓦解这个止跌信号 K 线，那股价将会出现继续回档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，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上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75附近，另外一个点位是收盘价会在282。那第二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66附近。实际在7月12日收盘价是在271.99，是出现了股价出现了继续回升。那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的点位和实际的发生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较大，并且呢本质也是不同的。我们预测的股价向上反转相对低的一个位置呢是在275，它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而实际的收盘价依然没有站上5日均线值。
但是呢，实际的收盘价呢，并没有回补完当天的缺口，而且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这样一来啊，仍然是给后续股价走向留下了一个不确定性。那有可能股价会继续回补这个缺口，然后继续回档，但也有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高开盘，然后继续向上反弹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先来看股价的下行，因为有可能股价会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那对于7月1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目标，依然是要跌破265，也就是要瓦解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好，那在7月13日，我们会看到20日均线值将会到达这个位置，就是在265附近，所以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，也是重要的标志。好，那一旦265被跌破呢，我们说20日均线值到达这个地方，一旦被跌破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转为空头趋势。那转为空头趋势，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41。对，那么对股价下行要跌破241，就是要确认空头趋势。上方跌破20日均线值将会形成空头趋势的一个走向。那一旦在跌破241呢，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底底低，那这个空头趋势将会被再次确认。所以241啊是股价下行的真正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。对，好，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如果被跌破，就是223，出现深度的回档，这是股价的下行不变。那股价上行，我们再来看上行的目标也是没有变化，依然第一个目标是要站上前高284.25，站上它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。那在到达284之前，它的压力位就是这个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是277.5。也就是说，目前股价要继续上行，首先要确认止跌成功，要站上277.5。好，那284如果被站上，将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314。在到达314之前，这条1号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的焦点将会成为压力。那对于7月13日来说，对，压力是在292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如果314被站上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384。这个下行和上行的目标都是没有变化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对于7月13日，我们要给出观察位。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前一个交易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70附近。对，那股价在7月12日如果能够维持在这条水平线的上方运行呢，可能会收高；在它的下方运行可能会收低。实际我们也会看到它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一直是在270上方运行，所以它是收高。那到了7月13日，我们要给出2个观察位，一个我们要把它提升到274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，下方是在270附近。
这是我们给出的7月13日日内要观察的2个位置。那上方首先说这2个观察位呢，它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和上限。对，那我们要关注的是上方274，我们要关注的股价如果高开盘是否能够突破这个位置。然后假如果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那么我们看看它是否能够支撑住这个股价，推动股价出现一个大幅的反转向上。对，这是274。当然如果低开盘，那股价在上升的过程当中274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下方的270呢，是说股价一旦出现低开盘，那么我们看看是否270能够支撑住股价不再下跌。对，当然如果股价出现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那有可能270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压力。好，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这2个位置，也就是总结一下，在274上方运行呢，那有可能会收高；如果在270下方运行，有可能会收低。否则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应该会继续沿着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不突破，那继续出现横盘，也有可能会收在这2个观察线之间。好。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。由于临近周末呢，我们再来回看一下周 K 线图。好，在周 K 线图当中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，这是本周周初我们给出的2条绿颜色的水平线，就是股价如果出现反转向上或者出现回档，有可能会到达的位置。或者有可能是收盘的位置，然后中间的这条红线呢，是上一周 K 线的最低是在274，在272、73附近，也是本周要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，我们作为一个观察。就是看看本周这个股价是否能够在这条观察线的上方运行，如果在上方运行会收高，在下方运行会收低。好，那么到了还有2个交易日，本周就即将结束，我们会看到下方在周 K 线图当中的5均值这个地方啊，是遇到了一个支撑，是在265附近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还有2个交易日，我们依然来看股价是否能够在273上方运行还是下方运行。对，那目前来看，我们说265这个地方啊，有可能是强支撑，那股价很有可能呢，我们认为会收在当周的5均值的上方。对，好。那我们回看周 K 线图的目的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说265将会成为一个非常强的支撑。比如说我们在周 K 线图它是5均值，我们再看日 K 线图，日 K 线图265不但是这个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，同时日 K 线图的20日均线值在7月13日也到达了265，所以这个地方啊将会成为股价的一个强支撑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周 K 线图。那么对于周 K 线图我们的观察，我们会看到上周出现的是一个叫天剑线，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说一旦在本周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这根天剑线的最低呢，那将有可能预示着后续股价会下行。但是呢，如果在
本周继续生成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蜻蜓线，也就是含有长长下影线的信号 K 线呢，那它又会如果成交量增或者是量平，那么后续股价也有可能会出现叫做止跌反弹向上。好，这是我们在回看目前在周 K 线图目前股价的位置。那我们再来回到日 K 线图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5%的多头仓位是在7月3日收盘价的位置，给出的技术上的做多进场建议。那我们的目标是292，然后呢，止损我们一直给的是守262这个位置。那直到7月12日，我们给出的依然是260到262，所以目前股价没有跌破止损位。那么这个持仓依然会持有的。那在7月12日的收盘价这个位置，我们说是不可以加仓的，也是不可以进场的，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依然收在低位，收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成交量略有增加，这实际上给出的是一个继续回档的一个信号。如果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或者我们说如果没有空头力量的介入，那么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，继续回档的。对，所以在7月12日这个收盘价的位置，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，或者说是进场做多的，或者叫进场抢反弹，是不可以进场的。那到了7月13日，对于这样的仓位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应该由原来的260到262呢，我们会把它提升到265，也就是我们守20日均线值。一旦股价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这样的一个做多的仓位应该是即可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在技术上的做多的操作建议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7月13日，如果股价出现低开盘，应该即刻在这个位置会有空头的进场。那么他们的目标位就是265，甚至是更低的位置。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上方的，从277一直到284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这个位置。也就是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，他们要守284。但如果在7月13日，如果是高开盘，甚至如果是跳空的高开盘呢，在高的位置呢，那从200，也就是在临近284的这个地方会有空头进场，那他们的目标同样是265甚至更低的位置。那在高位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守这条趋势线，守292。我们会看到，我们把图缩小，他们会守这个地方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1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70到上方的274。我们说
这个5日均线值的范围啊，它涵盖了前一日K 线的收盘价，所以这个5日均线值它既是压力，那如果股价出现低开盘，它将是压力；如果是高开盘呢，它又会成为支撑。所以它既是压力也是支撑。对，好，那么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71到272，也在这个范围内。那么第一个压力我们给出的就是270到274，然后第二个压力是277.5，第三个压力是284，第四个压力是292。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依然是5日均线值，我们给的范围仍然是270到274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265到264。那我们265是这个前低，264呢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从264到265之间。好。第三个支撑我们给出的是260，我是6月30日这根起涨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7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仍然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上，我们仍然会给出2个点位。好，如果是反转向上，股价将是高开盘，甚至有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2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78，收盘会收在275附近。这是第一个点位。那第二个点位，如果股价是在相对更高的位置开盘呢，如果回踩到274，最低在274，那最高上方能够到达284，那收盘会收在283附近。那这2个点位，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分别不低于272或不低于273，我们在文字说明当中会把它写清楚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，反转向上，收盘价会在275或者是在283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。如果出现继续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甚至有可能是跳空的低开盘。然后在盘中，股价最高会到达274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64.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65.5附近。也就是出现回档，我们认为依然它是不跌破这根趋势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265。我们刚刚说了265它是强支撑，在这个地方有20日均线值，然后有止跌信号的 K 线的最低，同时呢在周 K 线图当中它也是5均值在这个位置。所以我们认为，即使在7月13日出现回档，我们认为这个位置能够支撑住股价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